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帽子糕的食谱。看完这一集影片，你就能轻轻松松做出好吃的帽子糕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我们先来看看帽子糕所需要的材料：普通面粉125克，粘米粉125克，黄糖125克，白糖60克，盐1/8茶匙，温水250克。首先，我们把黄糖、白糖还有温水全部倒入一个大碗里，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我们要把这个白糖和黄糖搅拌至完全融化。当白糖和黄糖搅拌至完全融化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糖水放一旁。接着我们拿另一个大碗，把普通面粉、粘米粉还有盐全部倒进去。接着我们就把刚才搅拌好的糖水慢慢的倒进去。我们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。我们要把它搅拌成5颗粒状的面糊。就算我们搅拌到不均匀，还有很多颗粒也没关系的，我们可以把它过滤一下，让它更加的幼滑。你们看多么的幼滑！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面糊盖好，我们要让面糊静止6个小时以上。静止越久，糕点做出来就越好吃。我们可以把这个面糊收入冰箱，第2天才拿来炸。这个面糊已经静止了1整晚，大家在炸之前记得提前1小时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，让它回到常温。可爱吧，我的小锅！这个小锅是我特地为了这个帽子糕而买的哦。我们在锅里加入油，然后把它烧热。接着我们把面糊倒入一个小杯里，把它装满，然后再把这个面糊倒入热油里。如果你们不要用小杯来量，你们可以直接舀一勺面糊倒下去热油里也是可以的。大家记得这个油一定要可以盖过我们的面糊哦，然后一次只可以炸1个帽子糕。你们看这个面糊慢慢的全部发起来了。我们等到面糊完全发起来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翻面。哇，真的像一顶草帽哦！怪不得客家人把这个糕点叫做立马板，对吗？我发音的准吗？也有人把这个帽子糕叫做飞碟糕 UFO， 大家觉得像飞碟吗？我们翻面过后不需要炸很久的，炸了一下下过后，你们就可以试试看拿一支牙签在中间刺进去。如果牙签拔出来没有湿湿的面糊，就代表这个糕点已经熟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了。可是如果你们喜欢吃比较酥脆的帽子糕，你们就炸久一点咯，炸到它的边边全部变得酥脆，你们才拿起。如果你们喜欢吃比较软的，只要中间的面糊全部熟透了，你们就可以拿起了。这一粒帽子糕一定很酥脆了哦，炸了那么久。
这个就炸了比较久，它的边边全部已经变得很酥脆了。这一个呢，就还是软软的，没有炸那么久。大家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特地买一个小锅来炸帽子糕呢？因为小锅凹度比较深，等下帽子糕炸出来呢，突出的地方就会比较明显，像一顶草帽一样。如果你们没有小锅，你们也可以用普通炒菜的锅来炸帽子糕，也是可以的。可能炸出来的帽子糕就没有那么突出咯。好咯，最后一粒，快手快脚把它炸完它。肚子很饿了，还没吃早餐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有多少粒帽子糕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诶，少了一个。在这里被吃掉了。再饿也要先看看温馨提示。如果没有黄糖，你们也可以用椰糖或者亚大糖来取代黄糖。面糊静止越久，炸出来的帽子糕就越好吃，因为糖已经渗入了粉中。我们在炸帽子糕时，油一定要够多，可以淹没面糊。还有一次只能炸一个帽子糕。如果想要帽子糕炸出来有帽子的形状，我们尽量用7寸或者8寸有凹度的小锅，这样炸出来的帽子糕中间会突出的更加的明显。下课，吃帽子糕喽！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帽子糕龟本亚浪。有人叫它飞碟糕、龟 UFO， 也有人叫它立马板，就是草帽的意思。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帽子糕，我也是。慢慢的咀嚼，很香很香。虽然我今天的帽子糕炸出来有一点太深色了，不是因为我炸过火，而是我用了比较纯正的黄糖，它的颜色比较深。如果你们不要用黄糖的话，你们也可以用椰糖或者亚大糖来取代。帽子糕的香气来自我们用的是什么糖。如果你们用的是比较纯的黄糖啊、椰糖或者亚大糖，做出来的帽子糕就会比较香咯。我们让面糊静置越久，炸出来的帽子糕就越多洞洞，洞洞越多，帽子糕就越好吃。所以很多人都会前一天做面糊，然后把它放冰箱静置一整晚，第二天才拿来炸。今天的帽子糕成功。我下一个视频呢，会来一个南瓜焖饭，大家有兴趣吗？煲一锅饭，里面有菜有肉，有时候忙起来，一锅南瓜焖饭就搞定了。大家对这个南瓜焖饭有兴趣吗？有兴趣的话，记得留意我下一个视频哦。分享食谱与美食，轻松在家做料理。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